Buddy. Very good. How are you, man? Very good. Good to see you, brother. Yeah. This is Matthew. Hi. Sommelier. Nice to see you. Why aren't you all here right now? We're drinking wine. He's my cameraman. 我之前从来没有遇到过红酒品酒师 ，Evan 是第一个。今天呢，刚好有一个红酒品酒会，借着这样子的一个机会呢，好好跟大家聊一聊今天的红酒。你刚刚在干嘛呢？我刚才其实就是我随身我都会带一个这种小本儿然后有2张 copy 这种的小本儿，然后呢，这样的话呢，就是说我在品什么酒的话，有时候没喝过的，我就会稍微记一下它的味道，记一下它的特征，然后呢，做一个这种红酒分析，简单的红酒分析。因为对于我们红酒师来说，每喝一种新的酒都是非常特别重要的，因为我们能记下来，记在脑子里越多不同的酒，碰到不同的酒商，同样的产区，我们就等于说是越资深。因为往往你像更高级的考试，你要喝一种酒，你要说出来它是哪儿，哪个产地，然后呢有没有窖藏，有没有用什么特殊的那种酿酒过程，这个我们完全就得记在脑子里。喝过这一次，争取记在脑子里。下回如果说考试品尝的话，我就能说出来，非常重要。能不能看一下你写什么东西啊？你写了什么东西？应该是比较少的那个字。写的很清楚吧？你看，我是会先写一个博冈，这个地方这是一个产区然后呢，产区底下呢写一个 nose， 就鼻子上是什么感觉？你看我闻出来有蘑菇黑莓。然后黑樱桃，然后呢还有点草莓，然后呢最后呢它还带着一点淡淡的那种青草的气息，还有一点点的 earthy， 有一点泥土的那种芳香然后底下 M 就是在嘴里 ，mouth 嘛在嘴里它是一个挺怎么说挺浓郁的、挺重的黑皮诺所以会写一个 bold。然后呢 ，M acid 就是说它的酸度是中等的 medium acid 对。然后呢，我最后还写一个，最后喝下去以后，在嘴里面有一点黑巧克力的味道，就那种100%无糖的那种黑巧克力的味道。就是闻酒的时候吧，其实摇完了以后，你可以把鼻子埋进去闻，把鼻子埋进去闻完了以后呢，你也可以继续保持一个小小的距离这么去闻这样的话就是说你能闻见不同层次的味道。你像如果说我想说把鼻子如果你埋进去的闻的话，果香、花香，有一点点那种茉莉香然后还有一点点桃子、杏的那个香味。但是呢，你要是把这个酒拿远了呢，你会闻起来有一股那种山泉的味道，就像你去一个大瀑布，瀑布水砸下来了之后，你站在那个瀑布边上，闻出来那个水汽的味道。这个鼻子得多灵才能这样，对吧？然后有一点点那种植物的清香就是说，其实不是说这个鼻子要有多灵，其实就是说你要去练，然后有人教你。比如我第一次闻这种酒的时候，尝试着去品酒，可能闻完了好香但也不知道怎么去形容但是有一个大师呢，就跟我说，你开始点出来了，你觉不觉得有香草味？你觉不觉得有花香？你觉不觉得有那种黑李子的味道把黑李子碾碎掰开闻它的味道，然后一说出来之后，我脑子里好像就自然就连上线了。然后再这么着去练习，你就能把这个红酒这个香气，包括味道你给它分出很多的层次。第2杯呢，这个叫沙布利英文呢叫沙布利斯，法文沙布利不发那个 S 的音。然后它呢算是法国非常有名的一个沙尔多内产地。它这个地方呢，它以前是海洋，所以说它土壤里边呢有很多 limestone 然后但它 limestone 它又是因为是以前的海洋地质，它是由贝类的贝壳，尤其是像是 oyster， 像是那个牡蛎形成的。所以说这款酒呢，摇一摇，不要离太近，远一点点闻，你能闻到一点点，好像是咸咸的大海的气息，加上一点点像是你把那个贝壳扇贝的贝壳砸碎完了，你再去闻砸碎了贝壳的味道这个然后呢，同时呢，你把它离得很近了以后，它有一种浓郁的那种熟透了的桃子味，像是红红的，已经熟透了的那种要掉下来的那种的桃子味。同时呢，还会有一点点那种很矿泉水的味道，像山泉，就是我跟你说的像那个 minerality。入口咽下去了以后，然后你会发现嘴里边会流很多很多的口水然后呢，这个酒喝多了以后会让你饿，可能你吃着饭，你再喝几口这个酒，很开
就是你把口水都咽下去，把这酒全咽下去之后，嘴里就湿了，就像是喝了有点酸酸的柠檬汁，就开始流口水了。这个就是它的酸性很强，傻布利。然后呢，这款呢，它就不是傻布利产区所产的沙多内了，它是算是一个 blend， 就是说是一个拼配，算是混合在一起的。对，这两个都是一种葡萄，但是呢，你闻起来和你喝起来完全就是两种不同的味道。这个酒就很 creamy， 很 buttery， 奶奶的，很绵绵的，然后像奶茶一样，喝起来还有点果香。你闻一闻，是不是有点黄油味？有一点点那种面包味，有一点那种奶油味，包括你喝在嘴里有一点点那种感觉。我感觉有木材的味道，还有木头味，这是因为是它木头窖藏了。还有一个它的做工，这个酒呢用了一个不同的做工，这个做工叫什么呢？叫 malolactic fermentation， 它是把葡萄里的果酸通过一种菌把它转化为了乳酸，这就为什么它闻起来有一点那种酵母的味道，有点像是发完酵的面包，有点像是奶油，有点像是黄油。尤其你闻起来，但这个呢，虽然是同一种葡萄，做工不同，产地不同，所以它会就有一股很浓浓的那种果香、酸性，还有一点点大海的气息，有一点那种贝类、那种贝壳的味道。所以说，这就是产地的不同、地质的不同、做工的不同、天气的不同，而导致了同一种葡萄，它最后有两种不同的味道。其实这个红色这个酒，你觉得贵吗？我尝一下，觉得还可以。这个黑皮诺是吧？皮纳诺尔啊，这个等于说是一个很 high quality， 就是质量很高，然后呢性价比很高的一款黑皮诺。我可以这么说，因为你要按菜单来看，它这一杯酒才卖18块钱，才卖18块钱。对，然后当你一杯酒才卖18块钱的时候，你大家就知道了，这一瓶酒可能大概就不到100块钱，最多了，在这个餐厅里，那一瓶酒不到100块钱，市面上的话，那这瓶酒估计30多块钱、40多块钱，最多50了。OK， 然后这是一个价位比较低的一个法国酒，然后它产于哪里呢？产于勃艮第。勃艮第是皮埃诺瓦最为名的一个城市，也是勃艮第在哪呀？法国勃艮第，我们都说它是皮埃诺瓦的 motherland， 非常适合种皮埃诺瓦。那里的红酒大部分全部都是皮埃诺瓦。然后呢，但是它这个酒呢，它没有一个单独的产地，它没有说我这个是哪儿的 Romani County， 什么 Gabriel Champagne， 它没有写，它只写了 Bourgogne。Bourgogne 是什么意思呢？就指的是这个酒是来自勃艮第的。所以说等于说这个酒呢是一个拼配，它可以来自任何地方，勃艮第的任何地方。Yes. 所以说呢 whatever this fucking guy is saying, I respect it. I double it. I have put my stamp on it. All these wines are amazing. I love that, man. Yeah, I love that too. I love that. Yeah, listen, whoever's watching this, come to Vegas. I see you on the TV. Alright, thank you. 刚才有我的一个粉丝过来打断了一下我大家很抱歉。然后呢，这边呢，然后我又讲到了Bourgogne，就是说它是一个很广的一个范围，它不是说我这个是哪里很独特的一个小产地，恨不得就是说一个小葡萄园，然后呢我做工很独特，它没有，就是一个很普通的一个质量很高的。像这种酒呢，我很建议大家平时在家喝，或者说看个电影啊，随便吃点什么呀，配这个酒，因为没那么贵，但非常好喝，质量非常高。可能你把瓶子开了，给人倒了，把瓶子藏起来，人喝完了可能问你这个酒100块钱吗？还50块钱，还是60块钱？那你可能只需要说，我买20多块钱。这酒还不错。会挑酒，对。People ask me all the time, just like you did, what's your favorite wine? And it's like asking, a mother with 10 kids, who's your favorite child? I mean, among these four. It's impossible to answer, right? Right. But if I had to choose which wine I would want to drink for the rest of my life, it would definitely be Red Bourbon. Yes. Like, I love this one because the price is not that high, but it tastes actually really good. Like for me, it really worth the value. It worth the money you spend. Right. Very good appetite. Oh, by the way, before you go, I know you're busy. Could you introduce yourself to the guests, to our audience? Yeah, absolutely. Hi. How are you, everybody? My name is Matthew Loran Lindsay. I'm a sommelier here in Las Vegas, and I create experiential wine tastings and events. I do a wine museum
music food festival that travels the country, and a winemaker. So I'm really glad to be here with my friend Evan and fellow sommelier, drinking these beautiful wines with you. All right, cheers, brother. Cheers.